Hello， 大家好，今天是2月15号，美股周复盘行情视频，我是阿哲，我们又再次见面啦。美股本周加速上涨，现在进入了短线风险区，千万要小心。英伟达大涨，我们如何去持股能够避免被洗盘下车呢？特斯拉底部已经确认，这是一份全新的买入策略。今天阿哲还会分享震荡行情中抄底、逃顶以及持股的方法，希望对你有所帮助。我们看到今天的行情图版。现在我们看到今天的行情目录，本期视频是市场观察纳斯达克指数141期，阿哲会通过以下的3个部分讲解本期视频的行情观点。第一部分我们会看到市场观察纳斯达克指数，我们还会通过 K 线趋势和空间的支撑压力点位来进行分析。第二部分我们看到特斯拉和英伟达空间资金动能的分析。那么这里的特斯拉，阿哲去除了时间解析，因为阿哲发现有很多同学对于时间分析好像并不信任，以及认为这可能比较胡扯。那么阿哲呢，往后就尽可能不在公开场合去讲解时间的分析，我们看到空间、资金和动能即可。第三部分会讲解以下个股的行情快报，分别是高通、皮尔提亚、亚马逊、台积电、苹果、MSTR、Meta、谷歌以上等8只个股的行情快报，会通过资金和动能2个维度去快速分析，给到关键的短线策略。如果您是第一次来到阿哲频道的新同学，那么以上内容可能会比较多，对此阿哲也给到一些解决的方法。您可以看到下方的播放轴上有一个小三角，点开这个小三角，您可以看到本期视频所有内容的关键时间轴，那么点击对应时间轴可以看到具体的对应的信息。希望这一个方法可以让你更快速的、精确的找到您所要首先去了解到的标的解析。如果您是老同学，还是希望能够照常支持阿哲，从头到尾能够完全的去观看，完整的学习。这里呢，阿哲有一个通知，因为下周一美股休市，所以在行情上呢有所缺失。那么下周2的视频更新呢，阿哲会改为专门的个股解析。如果您有重视的标的，但是不在日常的解析当中，可以在评论区写下您所要阿哲去分析的个股。阿哲会通过去观察评论区的个股，选择性的列入到下周2的行情快报当中。下周2将会是纯粹的个股解析，个股的行情快报。现在我们进入到本期视频第一个分析 K 线的纳指分析。通过 K 线，我们在最近的震荡行情当中有很多次把握到了震荡的低点和逃到短线的高点上，所以 K 线的分析在美股市场我们依旧认为是有效的。在上期视频当中，阿哲还讲到一个 IR 模型，通过这个 IR 模型，我们可以看到这3个低点都属于这种模型。这个模型是来自传奇交易员拉瑞·威廉姆斯先生他的短线交易手册当中非常关键的一个买入点。那么这个模型上期阿哲讲了非常详细，如果您感兴趣，那么可以翻看上期视频来去了解。通过这一个模型的学习，我们知道这是一种日内短线砸盘的现象，大幅的低开而后高走，最后收阳收涨。通过足够的数据，我们看到纳斯达克2019年到现在出现这一个短线 IR 模型后，3天内上涨的概率为 66.6%， 而后平均的上涨为 0.87， 最多是 2.80。那么我们看到目前行情的走势是不是和往常大数据的大数法则差不多？市场出现 IR 模型之后，短线出现加速上涨，3天内的上涨幅度还是非常可观的，短线有一个获利的空间。这也是阿哲在上期视频讲到这个模型后，想要大家去把握的一个短线反弹行情。而在今天我们在上涨之后，就不是去看买点了，因为目前的行情还处于一个宽幅的震荡当中，而当前的价位在一个震荡的上沿，我们需要去看一下目前的市场是否存在风险。今天我们学习如何去卖出和如何去持股，震荡行情当中的逃顶绝技3阳小顶结构。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模型。所谓的3阳小顶结构是市场在弱势震荡环境下出现的连续上涨，连续的上涨把本就不强的多头完全的透支，连续3天的阳线，这是第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是 OC3 小于 OC2， 第3根 K 线的实体和第2根 K 线的实体要做一个比较，在连续3天上涨当中，3号 K 线的实体比2号 K 线是小了的。这里3号 K 线的实体和2的实体为什么去做比较？因为在 K 线的3要素当中，影线、颜色、实体，实体所代表是股价上涨下跌的动能，而3号 K 线的实体比2号 K 线越发的缩小，则说明上涨当中它的动能越是缩减。
而如果所处的环境又是弱势震荡行情，那么就容易见到左侧的行情高点。它有两种卖法，第一种是看到它的出现，如果你确定目前为震荡，甚至是震荡的压力区附近，可以直接左侧去卖出。或者说您比较稳健，您想要更可能的拿到后续的上涨，或者说你认为目前是波段行情，那么不跌破上阳小顶结构最后一根 K 线则不卖出，跌破再去离场。在学习了基础的模型条件之后，阿泽接下来会用实际案例为大家去讲解这一个实战方面如何去用上阳小顶结构。目前我们所看到是纳斯达克指数日线图表，在左侧是2024年10月31号的低点，直到当下的行情。那么在图表当中有一些标记和信号，它是上阳小顶的记号。这个上阳小顶的出现一般伴随的是连阳的产生，这里是不是连续的一个上涨？连续上涨当中很明显后续股价的实体它是不断的缩小，而这里是连续出现了2次上阳小顶的信号，在最后一次实体缩小的很明显。当上阳小顶的3号 K 线比昨天的实体缩小的越明显，代表风险越强，越不明显则说明风险越小。这里出现之后，你有2种操作策略，第一种相对的左侧相对的提前，在上阳小顶之后，特别是明显的缩短之后，第二天冲高卖出，或直接看到阴线就卖出。相对保守的，我们可以把这一个3号 K 线的低点作为防守位，价格跌破再去卖出，这是上阳小顶的操作思路。像这一个位置的上阳小顶，它的实体缩短的不明显，所以风险不大，那么下沿作为防守也是可以的。那你说直接第二天高开高走然后卖掉也不是不行，后续的行情也是震荡为主。像这个位置大幅下跌之后的反弹，这里是上阳小顶，而后出现阴线下跌破位可以去离场。那么像最近呢又出现了多次的上阳小顶，这里连续的上涨，我们知道当下的行情是弱势震荡，之前这里你可能还不知道，那走到现在你肯定知道目前美股在震荡，那么震荡行情出现上阳小顶就要小心，它容易见到高点，容易出现回落。而当下为什么我们把上阳小顶结构再次的拿出来去教给大家？因为目前行情依旧是震荡走势下的一个上阳小顶结构，而且3号 K 线比2号 K 线明显的缩短，这是一个风险信号。我们相对激进的投资者直接可以做卖出策略，或第二天去卖出都可以。保守的同学，稳健的同学，把低点作为防守，博弈后续可能只是小回落，或者说不回落，依旧的上涨。这是2个操作思路，适合2种操作风格。这一个方案不止指数上可以用，我们个股上也没有问题。这里我们也可以举一个个股的例子，看到最近比较火热的英伟达行情。在英伟达的走势当中，你会发现前期的上涨是不是整体是一个震荡的下行？震荡下行行情当中，我们的上阳小顶结构你就要特别小心，特别关注。在最开始这里出现了连续上涨，而后这一天是不是出现了上阳小顶？那么低点被跌破，高点它后续也没有被突破，价格在这里形成了上阳小顶的头部行情。包括后续这一个低点后的反弹过程当中，是不是也是上涨途中一个小 K 线，比昨天明显缩短很多，风险很明显，可以左侧卖出，也可以右侧跌破再去规避。像这里也是上涨途中又出现了小实体，比昨天小了很多的实体连续的上涨，那么这一天是不是可以左侧高抛卖出或跌破卖出都没有问题？再而后呢，股价下跌反弹，这里又出现了上阳小顶。在英伟达前面2次大跌当中都出现了上阳小顶，左侧卖出的同学完全可以在短线上规避这种后续的暴跌，特别是这一次黑天鹅的下跌，可以帮你挽回很多的亏损，卖到一个相对的高点，这是震荡行情下上阳小顶的厉害之处。而最近呢，你会发现英伟达短线连续上涨，而最近的英伟达如何去持股？当你发现市场在上涨途中出现了上阳小顶，那么左侧可以卖，右侧投资者呢，你可以做一个防守，每一次出现上阳小顶作为防守，你会发现从低点上涨以来，虽然有很多次的上阳小顶，但它都没有跌破。其实如果出现上阳小顶之后并没有跌破防守，反而能够维持上涨，这说明它很大概率不是在一个震荡行情当中，因为正常的一个震荡行情，上阳小顶之后大概率就是一个短线的多头衰竭点，但它一直出现，一直没有衰竭，说明目前的英伟达已经不是震荡走势，而是一个单边我们说的多头强势行情。最新的 K 线和指数一样是一个上阳小顶，那么低点作为防守不跌破，则说明它的风险不大。
这作为我们目前的持股方案，右侧去看待三阳小顶的防守位。接下来我们看到第二部分关于趋势结构的分析，纳斯达克指数日线图。在最近纳指的上涨当中，虽然短线很强势，有加速行为，感觉上好像要脱离震荡，但其实它只是来到了一个整体震荡区域的上沿。但有一个好的现象，就是它对于前面这一个下降趋势线是出现了突破，而这个突破跟前期一样的强势。我们现在大概率认为这个突破是有效的，只是要小心后续的回落，它不能去重新的跌回来。那么它的趋势将由一个下行转为一个整体的上行，那么我们的多头会慢慢转强。对于目前的趋势结构，阿哲有两个看法。第一个是它可能会去往下回测一下某些支撑，最低就是前方这个下降趋势线的支撑，而相对的，如果要更为强势，将是往上新高去走一个连续的加速，但这个可能性特别的小。那么上方有两个压力位，20158.40以及20057.88，这两个压力位是阿哲之前就给到的。不过如果您是非订阅同学，或者说您不是阿哲的一个内部学员，那么这两个点位可能现在阿哲才有公布。在3.10年的时候，阿哲就曾经有说过这两个点位，当时呢是2024年12月12号，在这一天阿哲盘前有发布了一个点位测算的消息，给到了这两个点位。那时阿哲有说到临近市场的压力位，而这个区间如果能够去突破，则市场可能下一个目标位将来到20600附近。但可惜的是，最后实际怎么说没有去突破，反而出现大阴线。那么这一个区间的高点就形成了最近的震荡行情的一个顶部区域，当前再次的来到，上一次来到这里出现了暴跌，现在再次来到这里，你要关注一下能不能够去突破这个区间。如果能突破，依旧我们的空间会打开，可以看到刚才阿哲所说的20600的空间价位。而这就是对于目前行情的两种推断，第一种就是它会回调，这是一个大概率事件；第二种是它果断的突破，有效突破，那么空间打开，市场将迎来再次的短线加速。以上就是对于纳指的 K 线和趋势结构分析，听到这里是否能够对你有些启发和思考呢？如果是老同学，可不要忘记日常为阿哲的视频点一个红心，点一个赞。如果您的时间比较充裕，也可以留下一句评论，或者是下周二想要阿哲去分析的个股标的都是没有问题。感谢老同学的点赞和评论。而如果您是一位新同学，第一次来到阿哲频道收听阿哲视频，那假如您感觉有收获有帮助，那么也希望大家能够在学习之余点一下视频底下的订阅按钮，点击订阅之后打开所有小铃铛，未来阿哲每次讲技术分析的视频，你都可以第一时间就收到通知，能够及时的得到阿哲的某些观点和解析。希望大家能够在阿哲讲技术频道认真学习，学到有用的技术，以及能够在美股中持续盈利。感谢新老同学的点赞、评论和订阅。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到第二部分，关于市场观察的空间技术点位分析。空间技术点位分析是阿哲在美股开盘之前都会去进行分析和计算的日内压力和支撑点位。一般阿哲呢会发布纳斯达克指数和特斯拉的空间点位计算。大家看到左侧的这一条信息是阿哲每天盘前发布在 Telegram 当中的一个盘前解析，只要您是阿哲的订阅观众，就有机会领取到限时的福利短信。新订阅观众至少呢会有半个月的时间能够体验到这一条盘前解析，也希望这条信息在接下来的半个月当中能够对你有一些帮助和启发，把握到市场的机会或规避到某些风险。现在我们看到信息当中具体的内容。昨天2月14号，阿哲呢是盘前4点43分香港时间所发布的。一般这条信息会有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阿哲目前主观上的判定的某些观点。昨天的信息当中，阿哲有提到纳指 IR 模型短期如期上涨，但是上涨当中要注意两点，是否会形成三阳小顶结构以及上涨背离。而很明显，昨天在上涨之后就形成了三阳小顶结构，这是要去上涨中注意和小心的，因为目前还是在一个震荡的行情当中，并且行情上涨到了震荡行情的上轨附近，空间已经所剩无几。在它的下一步，除非去快速上涨，打破震荡区间，打开上涨空间，不然的话，这里是一个短线风险区域。所以阿哲这里都讲到了，短线冲高之后大概率还有回踩的需要，这是一个主观的趋势的技术的分析判定。
那么下方开始呢，就是一些客观的固定的技巧。阿哲呢会用一些特殊方式计算出每天纳指和特斯拉的日内高点压力、低点支撑。关于这个点位是这样去用的。阿哲认为，如果当天的纳指多头足够强势，那么日内应该收盘会突破这个压力；如果空头足够强势，那么日内呢会去跌破这个低点的支撑。而在右侧图表当中，我们也会用这个红绿灯的方式来标记。当市场出现了一个下跌动作，下跌时跌破了日内预测的低点支撑，那么这一天将会显示一个红灯，说明空方走强要小心风险。在上涨图中，每一个红灯都要小心。而股价出现绿灯时，则说明当天收盘突破阿哲日内预测高点压力，那么市场依旧多方走强。虽然不是说每一次绿灯都必然会上涨，但阿哲认为绿灯之后往往容易有惯性上涨，所以下跌当中首次的绿灯我们要去关注，上涨当中所出现的红灯也要小心。之前我们说过红绿灯的一种变盘方式，一个就是连续的亮灯，比如说像这3天的时间连续的红绿灯转换，说明多空急剧的不平衡，多空的极强走势它在不断的变化，一般会说明这是一种变盘现象，它的下一根 K 线涨跌将会一定程度上影响后续的变盘方向。它不是100%事件，但阿成呢喜欢这么去观察，并且把它列为重要的信号。像前期这里有绿灯、红灯、绿灯，连续3天频繁交错的出现，说明多空之间剧烈波动。那么下一个交易日涨跌就很关键了，一旦收涨，说明短线方向会看涨。像这里又出现了变盘方向，短线这里再次收涨，再次看涨。所以阿哲呢上期视频也有讲过，市场目前这里容易出现变盘低点。而我们看到在最新的昨天所公布的支撑和压力点位上，你会发现这一根 K 线昨天的涨跌是在这个区间内的，它代表什么？代表多方没有继续走极强，空方也没有完全的去反转，它是一个上涨当中惯性上涨的过程，不强也不弱，没有明显的多空博弈的结果。在这种上涨当中，我们可以用3小顶和前期的压力位来去左侧卖出，你也可以呢按照这个方式去等待红灯的出现来去卖出。每天盘前阿哲都会把预测的低点给大家去告知，那么当某一天纳指上涨当中跌破预测低点出现红灯时，就要小心风险的释放了。因为最近休市，所以阿哲呢下一次公布这个点位应该会在周二的香港时间下午5、6点的时候去进行公布这条消息。这里跟大家去讲一讲，如果您是订阅观众，今天第一次来到阿哲频道，可能您还不知道怎么去收到这条信息。那么在这里，阿哲告诉大家如何去领取到这条盘前解析。首先看到视频底下的评论区，点开评论区之后，找到置顶评论是阿哲所发送的。那么在置顶评论当中有助教老师 Telegram 的联系方式，那么打开那一条链接，您就可以找到助教老师。而找到助教之后还没结束，您需要给助教老师发送2个字，叫盘前，它是一个领取的口令，告诉助教老师您需要什么服务。因为每天找到助教老师咨询的同学会比较多，所以助教老师呢需要去分辨，需要去分类大家是否是阿哲的订阅粉丝观众。当你发送盘前的口令给助教之后，他就知道了您是需要盘前解析，并且是阿哲的订阅粉丝观众，他就会开始告诉大家未来怎么去领取到这条信息了。现在我们看到第二部分，特斯拉和英伟达空间、资金、动能3个维度的分析。首先我们先看到特斯拉的空间点位分析，在图表当中是特斯拉的日线图，在前期股价出现了下跌，受到 382.26 而后出现反弹，后续出现破位，直到 324.24 的支撑有效后再次出现了上涨。通过上期视频阿哲的讲解，如果您是已经听过的，你会知道这个位置如果止跌，那么它的级别应该也是中期的，类似于前期这个位置的低点。通过时空的共振，我们可以确定这个低点它的有效性会比较久。前期这里我们曾经以此做了一次交易，但后续呢没有产生太多的利润而出现破位进行止损。那么现在走到这里，阿哲再次定义这里至少也是一个中期的底部行情。那么这一波的股价走势它已经出现了确定，也就是说有一根高开高走强势上涨的阳线，确定了这里的止跌有效。那么这一天可以作为第一笔仓位的买进，而后股价的后续走势当中，只要不跌破 324.24， 那么这个低点的支撑只要不跌破，那我们认为这个中期底部依旧有效，
后续不管是回调还是继续强势上涨，我们都以寻找买入机会为主要的路线，这是特斯拉当下的一个买入策略。而在这个低点支撑有效之后，当前我们买进了第一笔仓位，是在这一根阳线的位置，因为它突破了左边这个低点阴线的高点，而且是快速2天就突破，说明这一天砸下来割肉的同学，那么这个位置的筹码其实压力不大。现在股价在上涨当中来到了一个压力位，这个地方是 361.73， 因为前期的跌破相对还是比较有效的，下跌之后有加速的破位，所以 361.73 之前是支撑，而现在呢就是有所压力。昨天最高点大概是到了362附近，那么出现冲高回落，所以这里也是一个压力。而我们下一笔的交易仓位也可以放在价格出现强阳突破 361.73 之后去买进，亦或者是等待回调 341.46 出现止跌反向而后去买进。以上是关于特斯拉空间方面的分析，接下来我们看到短线的资金和动能角度。现在我们所看到是特斯拉的动能 K 线以及 BBD 的资金，市场在下跌途中以红灯为主，中间呢可能夹杂一些绿灯的骗线行为，但价格整体呢还是下跌的。我们看到中间这里是不是也出现了一些变盘的提醒和信号？这里是红灯、绿灯、红灯，连续3天出现红绿灯交错，而后下一个交易日是下跌的，所以股价短线是看跌的。那包括前面这里也是绿灯、红灯、绿灯3天连续交集，而后出现的是下跌 K 线，所以短线也是看跌的。而后股价呢一路的下跌。那么目前股价出现反弹，反弹过程当中这一天是绿灯，而昨天的 K 线它不是红灯也不是绿灯，它是一个绿灯之后惯性上涨的 K 线，所以目前呢没有红灯，我们就暂时认为短线的风险还不够明显，多头依旧保持一定的强势的力量。这里阿哲给到一个点位，这个点位呢可以是下周周二开盘之后你要去关注的防守位，一旦跌破容易市场产生红灯 K 线。这一个周二的防守位是 344.42， 如果特斯拉在周二的时候出现了收盘跌破这一个价位，将会出现红灯。假如您目前依旧是短线看涨特斯拉而不是中线，那么出现的红灯 K 线可以作为短线的一个离场信号、防守信号。而假如您跟阿哲一样是中线中期看好这个底部行情，那么红灯之后也不是一个恐慌事件，可以等待再次转绿灯，然后再次的去买进。现在我们看到下方的 BBD 资金，股价在连续的流出过程当中，之前我们说过要关注流进的这根 K 线，一旦流金 K 线出现，那么就说明有可能是低点。而这里为什么没见低点？因为流进 K 线它的高点要被突破才能确定低点的有效性，价格后续没突破，所以股价呢继续的跌破它的低点，后续看跌。那么最近的价格也是连续流出之后，哪一天流进？是这一天流进。这一天流进，它的高点被突破了，那么只要后续它的低点不被跌破，我们可以用资金来去判断这里的低点也还是有效的。所以通过价格的动能和资金，我们会看到当前的股价走势，多头还是强势的，空头并没有出现。这里要稍微关注一下，如果下周特斯拉依旧保持惯性上涨，那么稍微再往上，它将会横穿这条中轴线。我们说资金上穿中轴线将是下跌，它是反弹还是反转的一个关键性的点位信号，这里决定了反弹的持续性和它的力度是否能够去延伸。像前期这里股价下跌而后反弹，资金流进，那么流进之后的上穿 K 线将是关键 K 线，如果它这个位置就走弱了，那么大概率是一个下跌反弹行情，它的高点要被突破，它的低点不能被跌破。如果高点不破，低点被破，则说明这一波股价的上涨它大概率为一个反弹行情，这是一个衰竭点。所以当前的特斯拉下跌上涨，在首次上穿之后，你就要注意了，会不会是一个衰竭点？如果是的话，说明这个位置它也还是容易再陷入震荡当中，多头还是会走弱的。当然了，目前还没有出现，等到出现时，阿哲会告诉大家，我们再去具体的分析，这只是当前的一个推演推算。以上呢就是关于特斯拉空间、资金、动能的分析。接下来我们要看到英伟达了。现在我们所看到是英伟达的日线图表，前期股价受到某些压力区间的影响，而后进行回落，回落过程当中受到了前方阴影区域的支撑，反弹而后才下跌。最近这个阴影区间依旧保持了一个有效性，
价格在这里出现盘整之后，116支撑有效，而后强势反攻。当前股价已经突破了 130.75 阴影区的上沿，而价格出现回落，稍微回调，没有跌破 130.75。上期视频当中我们说到，英伟达回调是买点，而回调过程当中分两种情况，一种是强势的 130.75 都不跌破，另外一种是相对弱势或者说相对正常的，是回调到 126.87 再给到止跌的机会。我们看到后续的没有给到太好的一个买点，它在 130.75 直接就止跌有效，这里只有一个假阳的突破，只能去追涨的买进。而对于上方 136.98 当前是一个高开高走实体过半的突破，所以对于这个突破阿哲这样对应为涨时的有效，因为还算是不错的动能突破，所以 136.98 现在由压力转为了支撑，而这个价位又刚好是三阳小顶结构的产生，那么目前我们大概是 136.98 和三阳小顶的防守位之间设一个支撑位置，价格后续的走势只要不跌破这个价位，我们认为风险是不大的，依旧会继续看涨。上方下一个目标位或者说下一个较强的支撑位是 144.97， 而这里假如它不往上去运行，而确实是比较强势的短线破位这个支撑位，那么我们需要再次看到 130.75 这个价位了。接下来我们看到资金和动能上的解析。从股价的动能 K 线上看，你会发现市场从低点后的上涨一直保持的是什么动作？是绿灯连续的闪烁，而其中哪怕偶尔可能绿灯断了，但它依旧不是红灯。所以从动能 K 线你可以发现这一波行情是非常的强劲，非常强力，每一次的调整都只是上涨的惯性回落而已，而后又再次的恢复，目前又是连续的绿灯行情。在没有转为红灯之前，其实很多的调整都不用太过于担心。在前面的回落当中，阿哲有讲过，红灯都没有出现，很多时候都不需要去担心。所以当下阿哲给到一个最新的点位，是下周周二开盘之后你要去关注的这个支撑位，日内预测低点是 137.175。这个价位只要周二的收盘不跌破，它就依旧不是红灯。那不是红灯，我们依旧动能上是不看空的，动能上依旧短线强势，短线看涨。而看到下方的资金方面，我们说股价的上穿，如果你发现市场当中上穿的 K 线它被跌破，那么这里往往是一个反弹的容易衰竭的点位，而价格在下跌时也同样如此。下跌时在下穿 K 线这一天有没有被有效跌破？没有有效跌破，它的低点有机会迎接变盘。包括这一波暴跌，市场出现了下穿，那么这一天的低点有没有被有效跌破？没有的话，它也有机会是下跌中的衰竭，低点的变盘。那本次的上涨途中哪一天是上穿？这一天是上穿，低点没有跌破，高点目前肯定是上涨突破后回踩再次上涨，所以这个位置肯定是有效突破，和前方这里已经开始不一样。所以多头呢，阿哲认为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反弹，它至少是一个非常强力我们的延续。至于是否能够反转，要看一下缺口能不能有效的回补。我们再看到连续流进之后的流出 K 线是这一天，这一天股价的高点低点是不是也是选择上破？所以在本次113后的上涨，每一个关键点位都是选择上破而没有下破。所以目前的英伟达我们只有看涨，没有一个看空的理由，除非下周出现红灯 K 线才要开始小心，在此之前依旧是惯性的延续看涨。而当前没有给到太多的一个买进机会了，如果在之前这里没有出现假阳突破去买进的话，那么就不建议在这里盲目的再去加仓去追涨，因为已经错过了买点。以上就是第二部分关于特斯拉和英伟达空间资金动能三个维度的分析。那么第三部分我们要讲一下行情快报啦。以下个股高通、皮尔 TR、亚马逊、台积电、苹果、MSTR、Meta、谷歌等8只个股，我们进行逐一的行情快报，会通过资金和动能两个方面去观察。先看到第一只个股高通，高通目前的行情其实还比较无聊，确实是依旧保持在震荡当中，哪怕最近的纳斯达克指数强势的反弹上涨，它也没有太多的跟随，只是一个相对平缓的震荡的上行，所以资金上呢没有太过于去青睐和流入到高通当中。我们看到前期股价调整当中有一个关键 K 线，就是资金下穿这一天，资金下穿这一天为市场的变盘点，那么有可能是低点变盘。
这一天的价格低点目前没有被跌破，它的高点还是没有被突破。我们已经讲了很多期了，到现在还是没有走出这个区间，所以它的方向性就不明确，它究竟是要往上去突破呢，还是往下去跌破？那最近的行情表现，指数连续3天强势的走势，而它呢只是略微的反弹，而还没有去脱离这个区间。所以按照这么一个走势来看，往上选择的概率是比较低的，往下再去试探震荡下沿的概率反而是大大增加。那会不会跌破，我们就需要在后续去观察。短线的动能上，它是绿灯之后的延续。那么这里呢，我们去关注一下何时会变成红灯。这里阿哲给到下周周二的预测低点点位也是支撑，这个价位是 171.635。如果下周开盘收盘跌破这个点位，那么则说明这将是一个红灯 K 线，如果没有，则说明还在多方的延续当中。在震荡的区间上沿，如果再出现一根绿灯，那么会是一个比较好的现象，反之要小心后续的回落了。这是高通的资金动能分析。接下来我们看到 PLTR 它在财报发布之后大幅的上涨，而后呢摇摇晃晃还在上涨，那目前有没有风险？市场当中下方的资金还是保持在流出的。这一天我们说它是一个负阴线，因为它冲高回落把阳线实体吃掉了，但负阴线之后，后续股价还是出现了一个 XK 线高点的突破，但突破它不是很有效，因为这连续2天都类似于10日线，所以 XK 线的高点目前不能说突破有效，除非这里再走出一根比较不错的实体阳线，我们可以暂定为突破还可以才能去买进。但我们之前也说过，在短线连续的上涨后有利润堆积下产生的负阴线，其实都是要小心的，它是有足够的理由，是一次资金的离场出货，所以对于 PLTR 这个位置的走势要小心，哪怕出现买点，阿哲其实也不太建议去买进了。短线的风险区域再去买进，其实它的风暴比不是很好。这是有关于 PLTR 阿哲的一些短线的观点。这里如果目前你还有持股，那么可以等待红灯的出现，如果你没有持股，甚至想要去追涨，那么不是很建议是 PLTR 这个标的。阿哲给到一个关键的点位，我们去关注是否会出现红灯 K 线。这里我们看到 117.98， 如果这个价位被收盘跌破，那么将是一根红灯 K 线，那么要小心风险的产生和释放。接下来我们看到亚马逊的走势在最近的运行当中出现了一些变盘的信号，和 PLTR 差不多，也是连续的有出现。这里是不是绿灯红灯绿灯，然后下跌，所以短线方向看跌。那最近呢又出现了红灯绿灯红灯，所以亚马逊的下一根 K 线最好是一根上涨收盘抬高的 K 线，那样的话我们可以认为短线有很大概率它的方向要向上。像前面这里是不是也是绿灯红灯绿灯，而后方向选择是上涨的，所以后续可以看涨。这里开始方向选择下跌，所以看跌。而这里是否能够选择一根上涨 K 线，下一根 K 线只要收涨，我们认为可以短线去看涨，只是动能上还要再确认一下。看到底下的资金股价在上涨当中出现了回落，而后资金下跌的时候，这一天是下穿。那这一天下穿的 K 线低点被跌破，说明本次的调整不是简单的回调，它的下跌很有可能要延续。而在延续下跌当中，这里是连续资金流出，而这一天是流进。好，这一天流进之后，低点是关键，高点要关注。我们说什么时候可能会产生低点，就是这种连续流出之后的首根流进，低点只要开始不跌破了，高点被突破了，这里将会是机会。所以亚马逊走到这里将是一个关键的窗口。下一个星期，在下周下一个交易日收盘如果上涨，并且突破它的高点，可以作为短线的买点，短线的博 A 点。防守位就以关键 K 线的低点作为防守就行。这是一个通过动能 K 线和资金共振所产生的关键点。下面我们看到台积电的走势相对最近是比较弱势的，它延续了市场的调整，但是在市场走出强势上涨，甚至略微创出左侧高点的时候，它并没有去跟随，还是一个低点下移。最近的走势我们说过，这里是一个负阴线，而后它是 X， 高点没有突破，而指数是突破的。目前的台积电略微弱于市场的平均水平，这是短线上的看法。在动能上，这一波下跌红灯后惯性的回落，最后一天10日星也是红灯下砸，但下砸之后出现了一根绿灯，
仿包了这个十日线，并且把缺口吃掉。所以对于这一根阳线的出现，阿哲认为台积电的多头是发出了进攻的号角，是强势的想要去上涨。那么接下来你要看一下这一个绿灯的动能强还是弱，它是否能够把上方 XK 线的高点也顺势突破。如果可以，这里我们认为它依旧能够看涨，这一天可以作为绿灯的买点，因为这一天它是一根反包，并且补了缺口，多头有所转强。我们的防守位置可以把这一根绿灯 K 线的低点，或者说你相对要高一点的话，可以把前面10日星的低点作为防守，跌破再作为短线止损。下一只个股我们看到 AAPL 苹果最近的走势很是强劲，在前期资金的异动下，阿哲是有做过提醒的。市场高点光头阴的下跌，我们说如果它是回调，那么关键的低点变盘应该是下穿 K 线，而你会发现这一天市场就出现了下穿，股价回调到这一天，为什么阿哲当时提醒是机会要关注？因为这一天它的红柱下穿了强右轴，而这一天的高点是不是立马被突破？低点没有被跌破，所以股价上涨回调走到这里，它是一个关键的变盘点。我们反复提醒，我们多次告知，而后反包之后，它就是一个买点。最近连续的强势的上涨，资金呢也回归了流进。那么这里要关注了，前方的关头阴线是一个很强大的压力位，之前在这里出现了空方被打压，只要它不突破这个关头阴的高点，我们认为它依旧只是反弹而已。关头阴高点不突破，下方的所有上涨都是反弹，只有突破才能打开上涨空间。而目前的股价连续4根阳线已经靠近了左侧的关头阴高点，目前的上涨空间已经比较有限，所以当前你千万不要再去追涨苹果。至于你说要不要去卖出，就看各位的选择。目前股价的上涨连续的4阳，在最后一天这里，它的 K 线实体比昨天是缩短了一些的，所以它是一根三小顶出现，而后上方又是压力附近，如果冲高回落，应该左侧卖出，右侧持股应该把它的低点作为防守，除非下一天又是一根小 K 线，那么你应该把防守上移。这是苹果当下的观测对象以及短线的操作策略。现在我们看到 MSTR 最近的走势还是不温不火。我们之前给到的一个关键点位是谁？就是前面的这一天下穿。我们说下穿 K 线应该不被跌破，而高点要被快速突破，才能说明低点变盘是有效的，它是一个回调。但 MSTR 低点是没有被跌破，但高点也没有突破，所以它的走势比较弱，跟苹果有点不同。我们之前说过，你如果比较认可或比较保守，你应该等待突破再去买进。那么当下这个位置里面呢，只能看震荡，价格跌到这个下沿，我们看一个震荡的下沿反弹，跌下来看个反弹，跌下来看一个反弹。那么目前的股价出现了绿灯，那么我们认为还是比较强势的，你可以看一下能不能够去突破这个上沿，不突破之前尽可能不要买进，哪怕买进也不要买太多。我们以震荡来看待 MSTR， 除非能够去突破左边这根 K 线的高点，突破才是加仓时机，上仓位的时候。而看到下方，在前面下穿之后，资金一直在弱势区域，而现在你会发现它临近上穿。我们说股价如果临近上穿，也说明是一个临近的变盘点，一旦出现上穿，就说明是一个反弹的节点，它会告诉你这一天是反弹衰竭点还是反弹延续点，它的高点要突破，低点不能被跌破。如果出现这一天，到时候阿哲在下期视频将会告知大家。我们继续往下看，下一只个股是 Meta 呢和 PLTR 一样是延续的上涨，惯性的上涨，绿灯不是很多，但在本周周五的时候是产生了一根绿灯的。但你要发现一下，但你要看到市场前期上涨是连续的流进，而后续的上涨资金是有所连续流出，后面是惯性的上涨。而当前出现了连续流出的流进的首根 K 线，它呢虽然是上涨当中出现，但也依旧要关注资金和 K 线已经异常的背离。这种情况下 740.91， 那么这个高点它会不会成为一个变盘高点呢？它的高点要被突破才行，因为它是一个关键的识别 K 线。如果它的低点被跌破，这个位置 Meta 就有点风险，它的调整将如期而至，大概率会因此发生。在动能上，我们可以关注一下 Meta 的一个点位，
下周的第一个交易日，如果股价的收盘出现跌破 731.145， 那么这个价位将会产生一根红灯，那个时候也将是一个风险的信号。哪怕可能出现这一根红灯之后没有跌破它的低点，也是要小心的，因为红灯 K 线也是动能空方转强的信号。最后我们看到谷歌走势相对有点弱，虽然最近在消息面上频频传出一些 AI 的信息，但是价格上资金没有很买账。前期的下跌出现了一个下穿的 K 线，是它的低点被跌破，而且目前验证是有效的。跌破之后一直在震荡徘徊，而这一天是一个由连续流出而后转为流进的 K 线，它的低点还不算有效跌破，因为是10日线，它的高点也还没有突破。目前的谷歌暂时不要随意抄底，因为还没有明显的上涨启动，资金上有所转换，但是还不强势。这个买点最好能够去收阳突破这一个高点，如果能连续的把这两个关键点位都修复，那么会更好。在此之前要小心。而谷歌在动能 K 线上当前也没有出现一个绿灯 K 线，那么下一个交易日我们要注意一下，这一天的预测高点是谁呢？它是 187.51， 这个位置如果收盘突破 187.51， 那么这里将会出现绿灯 K 线，是从前方变盘以来的绿灯 K 线。那有同学说阿哲这一天是绿灯，那这一天后是暴跌，这种怎么办？那么这里要注意了，前面是绿灯红灯绿灯，出现变盘的时候正常不要去赌它会上涨。以上就是关于谷歌在动能以及 K 线资金上的分析。